大家好，最近 Obsidian 的 Plugin 真是熱鬧非凡，新的外掛如雨後春筍般佳作紛呈。今天介紹的看板外掛呢，對於使用 Obsidian 作為代辦事項工作平台的朋友們呢，更是一大福音，因為它可以把我們的代辦事項呢，變更成了是可以提升成為一個專案管理的一個工具。那看板是很受歡迎的敏捷開發的流程的方法之一，跟 Scrum 呢一般都會被並稱是敏捷開發的重要流程。那我們通常就是把工作的事項呢切割成可以變成更多項可以執行的小任務，然後呢再依照專案的進度呢去變更任務的狀態，同時把這個狀態呢分享給所有專案的成員知道，那這樣子就可以做比較有效率的專案管理控管的一個方案。那看板這個外掛呢，它就可以把我們 Obsidian 的代辦事項的清單呢，轉變成了像我們畫面上看到的這樣子的一個看板的一個呈現啊。那可以說是這樣子的呈現呢，對我們在管理這個看板的這個項目上面呢，就起了非常大的幫助。那目前我們現在熒幕上看到的這一個這個看板的內容其實是我們 Obsidian 的 roadmap， 也就是 Obsidian 在它使用的 Trello 來記錄它的開發的藍圖就是它的 roadmap 呢是使用 Trello 這一個工具在做的那我就依照這個 Trello 上面的這些清單跟它裡面的待辦事項等等呢，就轉換成了一個我們 Obsidian 的一個 Markdown 的筆記。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呢，就是一個內容完全跟我們剛剛 Obsidian 的 Roadmap 是一模一樣的內容，但是呢，我們就可以透過看板這一個外掛呢，就把它變成了像是 Trello 這樣子的一個呈現。那可以說，如果你以前是使用 Trello 在做一些專案管理控管或者是代辦事項的一個進度追蹤的呢，其實你現在就可以考慮把它整個移植到 Obsidian 裡面來，用 Markdown 的語法來做使用。那以下我們就簡單的來講一下在使用這個看板這個外掛上面有哪一些應該要注意的事項。要建立看板筆記的方法，最簡單的就是直接按 Ctrl P 或者是 macOS 裡面的 Command P， 把命令面板呢開啟起來，然後在裡面輸入看板，就可以直接建立這個筆記了那另外一個方法呢，就是在檔案瀏覽器裡面我們在一個資料夾項目上面按右鍵，在這個右鍵上面呢也有一個 New Kanban Board 就是建立看板的這個板子那我們另外這邊舉的一個例子是把看板它的格式建立成是一個樣板就是直接到時候我們就直接插入這個樣板來做操作就可以這樣會比較簡單。就是因為它有固定的格式所以我們建成樣板會是比較簡單比如說我們在這邊有一個 template dash 看板那這個呢就是我們看板的內容那我們從這個更多選項這一邊呢，把它切換成 Markdown 格式這邊有一個 Open as Markdown。好，點擊以後呢，我們這個就是我們的樣板的內容因為看板外掛它需要的格式是固定的它在YAML 這個區域就是這個3個減號跟3個結尾中間就是要使用這個看板 dash plugin 冒號 basic 這樣子的一個語法，然後這個看板 dash plugin 上下呢都一定要有一個空行你不可以把這個空行拿掉，你也沒有辦法輸入別的關鍵字它不是 YAML 區它是透過 YAML 區來做它裡面的一個控管因此我們沒有辦法在這個3個減號裡面輸入別的內容，然後同時我們的清單它的上面跟下面的空行呢也一樣要保留你如果自動在这邊做刪除什麼這樣子的操作呢，它一樣會幫你回復回它的這個有空行的狀態。那這個要輸入這個項目的時候呢，你如果自己輸入減號空格，然後
中括號這一些符號呢，按了 Enter 以後呢，它會自動把你給刪除掉。那最簡單的方法是直接輸入後面的內容，然後呢按2個 Ctrl Enter， 這樣子就會比較不會有問題。來簡單的來測試一下哈。好，我把這個樣板給關閉，然後開啟先前已經做好的一個測試的樣板。那在這邊呢，我們先進入編輯狀態。那現在它是看板的形式嘛，我們先按右鍵的更多選項，這個裡面有一個 Open as Markdown 把它顯示成是 Markdown 的文字內容。然後我們在這個第一個 Long Term 這個項目下面要輸入新的內容的話，我們就直接按 Enter， 然後呢輸入一些測試的資料，再按 Enter 輸入一些測試的資料，再按 Enter。你會看到過沒多久呢，它就自動幫你把這一行給刪除了哦。所以我們如果有新的項目要新增哦，最簡單的方法應該是這樣子，我們就輸入了內容以後，直接按 Ctrl Enter， 再按 Ctrl Enter， 這樣子它就會自動變成是我們的待辦事項的一個形式了哈。那後面就可以直接再做輸入啊，也就是說有新的內容要輸入的時候呢，移動下來。然後輸入好內容以後，按2個 Ctrl Enter， 這樣子是最保險的方法。好，那麼Kanban的重點呢，其實我們就已經介紹完了哈。因為這個待辦事項輸入的方法呢，其實是以前跟我們的待辦事項的輸入方法其實是一樣的哈。那我們是只要注意剛剛講到這幾個重點，還有我們使用Kanban的這個樣板來做的話，基本上我們就可以很快的去完成一個看板內容的輸入了哈，然後也可以把它變成是一個看板的形式來呈現。好，那今天就介紹Kanban這一個外掛，謝謝各位。